看今天谁敢娶她！婚礼上，我穿着白色婚纱，正在等着新郎入场时，突然，教堂的大门被人猛地推开。周映回穿着深蓝色军装，拿着枪走进来，朝着房顶便打了一枪，吓得宾客们都蹲在了地上。他皮靴踩在地砖上，眼神如刀，阴厉地扫过全场。我看今天谁敢娶她！说着，他举起手像侍卫一样。又是一声琛闷的枪响，吓得满堂宾客尖叫连连，纷纷抱头蹲在地上。紧接着，2队荷枪实弹的军人涌入，长枪一横，列成2排，彻底封死了大门。满场死寂，只有我站在神父面前，连睫毛都没颤一下。我甚至觉得好笑，冷冷地看向眼前这个不可一世的男人。少帅今天怎么屈尊降贵来参加我的婚礼了？周映怀没说话，他深不见底的眼睛死死盯着我，眼底翻涌着病态的执拗。半点没有要移开的意思，而我那个一贯见风使舵的精明父亲，他快步冲上来，一把拽住我的胳膊。冉冉，快过来跟少帅打个招呼，大喜的日子，别闹得大家都不好看。怎么，盘月公馆里的那些金丝雀，伺候的少帅不合心意吗？盘月公馆空了，冉冉，跟我回去吧。盘月公馆，不过是这位高高在上军阀少帅用来圈养小情人的笼子吧。一开始，那个笼子里只有我，后来不知道从哪天起，他的那些狐朋狗友陆陆续续的往里塞更年轻、更貌美的姑娘，他不拒绝，就那么理所当然的照单全收，直到我亲眼看到他和那些莺莺燕燕举办的多人派对恶心场面。我有家，那种烂地方不是我该去的。周映怀，我总不能一辈子给你当个见不得光的金丝雀吧？我的新郎顾淮北来了。介绍一下，顾淮北，我的未婚夫。这位是周少帅，也是我当年工作了3年的老板。当了他3年的地下情人，叫一声老板，倒也不算委屈的。你好，少帅，我是顾淮北。以前没听冉冉提起过您，想来以后咱们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合作的机会。不过，既然少帅都亲自来了，就提前喝杯喜酒再走吧。我顺势端起一杯，目光平静地盯着周映怀，他死死咬着后槽牙，眼眸中情绪翻涌的可怕。我淡笑着靠在顾淮北身侧，将右手的酒杯朝他递了过去。好歹也给少帅卖命工作了3年，今天结婚，想讨少帅一句祝福，应该不过分吧？只有我，迎着周映怀那恨不得要杀人的目光，依然笑得明媚。看来少帅对我当初的工作能力是非常不满意了，连我的订婚宴都要砸场子，逼我认错低头，这面子您是一点都不给啊！这话我已经说得直白透底，就差指着他的鼻子骂他故意撒野了。可周映怀就像是铁了心装死，一言不发的步步紧逼。他温热宽大的手掌一把握住我的手腕。跟我回去，苏然，你知道我的手段的。回去？回去干什么？继续做你的玩物，你的情人。这次你要关我多久啊？3年、5年，还是10年？周映怀，你到底还要多久才能放过我？我父亲的脸色瞬间惨白，他像疯了一样冲上来，扬起手，啪的一声狠狠甩在我脸上。丢人现眼的东西！顾少，您听我解释，这丫头最近刚被找回家，之前在外头那些乱七八糟的情况，我们实在是不知道啊。没曾想她竟然做出这么丢人的事，但我向您保证，结了婚以后，绝对不会再有这种发生。他这番话，不仅把我的尊严踩碎，更是直接把周映怀的脸面按在地上狠狠摩擦。
两个身居高位、气势迫人的男人，此刻正无声地较着劲。他们一人抓着我的一只胳膊，死死攥着，谁都不肯先松手。周应快盯着我，态度明确：我和林新月取消婚约了，那只是父母定下的婚约，那不是我想要的。林新月当初高调从国外留洋回来，几乎圈内所有知道内情的人都在看我笑话，而我那时还在傻乎乎地等着周应怀回家，还在等着他来陪我过3周年纪念日。只不过，就算蜡烛燃尽，他也没回家，没有消息，更没有交代和解释。再次回来，他身边站着的就是林新月。我只记得那天我浑身湿透，一个人从山上往下走了很久很久，久到无力倒在暴雨中，最后被路过的石浪老人送到医院。可从始至终，周应怀没有一句关心，他纵容着自己的未婚妻，让他羞辱我。算了吧，我要结婚了，今天就算你用枪杀了我，也阻止不了我结婚。跟我离开！你开枪吧。看着他呆滞的面容，我慢慢拂开周应环的枪，眼底露出一抹轻蔑。顾淮北轻笑着揽着我的肩，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盯着对面人。在这场无声的较量中，顾淮北赢了。周应怀还是不敢得罪豪门世家顾家，他所有的钱粮军费大都和这个家族有关。周应还落寞地站在原地，原本气势强大的他，整个人如同被主人丢下的小狗，弱小、破碎，很可怜。只是该心疼他的人不是我。林新月来的时候，我和顾淮北已经在教父的见证下说着誓言。他抓着周应怀，生拉硬拽想让他走，可他就像是受虐般站在原地，看着我和顾淮北一步步走上台，亲吻彼此。他所有带来的士兵顿时拿起长枪，朝着天空齐齐鸣枪，声音悲面中带着无奈和遗憾。临走时，他双眼泣血似的看着我，让我心头不禁一跳。他难道还有别的后手？宾客散去，顾淮北单手扶着我的肩，将发呆的我叫醒。整个现场只剩下我们。联姻本就不是我所愿，但以顾家的身份，根本没必要这样。联姻，你为什么会答应？爸妈催得紧，况且我对你印象不错。爷爷让我们回家吃饭，走吧。订婚宴，老爷子因住院没能参加，但顾家送的礼十分厚重。抵达顾家别墅时，我略显紧张。我和周应涵的事不是秘密，上流社会的这些人几乎都知晓。他似乎看出我的紧张，温热的手掌盖住我手背。别怕，爷爷很喜欢你。爷爷年纪大，我之前告诉他我们彼此心仪，所以顾太太得陪我演场戏。大概是觉得心虚和内疚，我如他所愿挽上他的胳膊，在无人在意的地方，他悄然勾起唇角。进门的那一刻，没有想象中的刁难。顾夫人快步朝我走来，满眼都是欢喜。冉冉总算是到了，你爷爷啊念叨好久，说自己没能参加订婚宴不高兴，下次结婚的场面，妈一定给你办得更盛大。妈，到底谁才是您的亲儿子啊？顾夫人不在意的摆摆手，脸上写满了对我的喜欢。以后你就是我们的亲女儿，要是顾淮北这小子敢欺负你，我们就跟他解除关系。老爷子听到他的话并未反驳，反而一脸慈祥地盯着我。爷爷没能参加你们的订婚宴，但我准备了礼物。里面是翡翠玉镯，还有一整套祖母绿的项链。爷爷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顾淮北挑眉，伸手将镯子套在我手腕上。镯子的确合适，不愧是奶奶留给未来孙媳妇的见面礼。谢谢爷爷。镯子我收下了，但这份礼物我真的不能要。跟在周应怀身边的几年，我也见识过不少东西，这些比他之前拍下的都珍贵许多。你是淮北喜欢的姑娘，也是顾家的少夫人，日后就是顾家的门面，万万不能让人小瞧了去，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，明白吗？
老爷子摆摆手，直接将礼物塞进我怀里。我抬眸向顾怀北求救，他却挑眉接过礼物。几分钟，眼前的桌子上就塞满了各个长辈的礼物。晚宴在欢声笑语中结束。睡觉时，我们被迫关在一间屋子。别看了，爷爷让人把门给锁了。今晚你睡床上，我睡沙发。他主动躺在沙发上，看着头顶的天花板发呆。我咬了咬牙，直接站在他面前。我不是小姑娘，你喜欢什么花样，我都会。他的眼神浓烈而又克制，扫了我一眼，语气坚定又严肃。这是尊重，无关其他。最终，顾淮北还是在沙发凑合了一晚，这导致我内心愧疚了半天。思来想去，我让佣人给他送去消息，跟他说中午一起吃饭吗？我订了附近的餐厅。是。当我以为他不会答应时，佣人却说待会儿少爷开车过来接你。再见到顾淮北时，他眼底泛着乌青。怎么不多睡会儿？昨天睡得很好了。那要来公司看看吗？今天有特殊活动。等我反应过来时，人已经站在大楼门口。顾淮北和总助大步流星朝我走来。带你参观一下我的地盘。我错愕地看着他，犹豫着想拒绝。他们都想看一下新夫人，闹着要吃喜糖。听到这句像是撒娇的话，我愣了几秒，眼神快速扫向周围。可是我来得太急了，什么都没准备啊。顾淮北揽着我的肩，缓缓朝专用电梯走去。每个人都加了奖金，这是见夫人的奖励。等结婚再发喜糖，下次你亲自准备。好，下次我准备。顾淮北带着我刚刚来到餐厅门口，便遇上了带着林心月的周应怀。我几乎立刻想走，却被顾淮北拉住了手。冉冉，好巧。我拉着顾淮北，装作没听见。我们换个餐厅吧，突然不是很想吃这个了。周应怀却不给我离开的机会。就这么不愿意见我吗？攥紧我的手腕。我下意识退到他身边，眼底笑意全无。我不认为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说的。周应怀，别让我瞧不起你。他听着这话，脸色煞白一片，整个人踉跄着，还想抓着我，却被突然冒出来的林心月扶住。抱歉，顾总、苏小姐，应怀最近忙着和顾氏合作，有点晕头转向，二位别介意。想合作没问题，但还请少帅日后别骚扰我的妻子。合作想要，那其他的就别再想了。事情发生的太快，让我都没来及反应。应怀，别冲动！林心月一把抱住周应怀的腰，阻止了这场闹剧。我也快速冷静，连忙扶着顾淮北的胳膊，一股无名之火瞬间从心里冒出来。周应怀，你真让我感到恶心！以后再缠着我，我就杀了你！我冷冷扫了他一眼，又去看顾淮北的伤势。疼吗？顾淮北委屈的点头。疼，要冉冉亲一下就好。他幼稚的话刺激到周应怀，眼前人一把甩开林心月，红着眼想来抓我。顾淮北侧身将我抱在怀里，右手扶着我的肩。少帅，有些事一次就够了，我和冉冉还要吃午饭，这一拳我记着。周应怀看着我们亲密的动作，气得眼眶泛红。几番折腾下来，他只能站在原地看着我们离开。好不容易坐在订好的餐厅，我也没了胃口。刚刚为什么不躲开？我要是让开了，受伤的就是你。抱歉，都是因为我。我叹了口气，内心有点无奈。顾淮北握住我的手，眼神坚定且温柔。他做错的事儿，你不要强加在自己头上，和你没关系。我们订了婚，以后会结婚，我们夫妇一体，不该为这些人和事烦扰。他的话就像春日的暖阳，轻而易举拂开我心头的困惑与不满。我紧蹙的眉头也渐渐舒展。而周应怀也因为他这一拳，
让他的少帅府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少帅府军费亏空，战事紧张的事传到我耳朵里时，林心月正坐在我对面，她哭红了双眼，语气不似最初见到的那般高高在上。我和应怀因为你退了婚，周家那一拳损失了顾家提供的所有军费。顾淮北真的很喜欢你，他愿意为了你和少帅两败俱伤。我求你看在你们那几年的感情上，让顾淮北放过少帅。我喝了口茶，混沌的大脑立刻清醒。这事儿你求错人了，我只是一个金丝雀。你什么时候看见过有人为了金丝雀倾其所有的？和周应怀3年的感情早就磨灭在一次次的失望中。我没让顾淮北主动对他动手，已经算是给足了颜面。林心月不可置信地瞪着我，手指微颤。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为什么不狠心？再说，你又有什么资格指责我？和周应怀的那3年，我整天都生活在林心月的阴影下。只可惜白月光回归的故事不是平等发生在每个人身上。和周应怀的那3年是我最后悔的3年。如果时间能重来，我希望你们锁死一辈子，千万不要来祸害别人。离开咖啡厅时，顾淮北刚到。你没事吧？我挽着他的胳膊，淡然摇头。他求我替周应涵说句软话，让你不要撤掉军费。我拒绝了。我对上他的目光，眼底一片坦然。生意上的斗争是男人之间的事，不管你们斗成什么样，都应该各凭本事。那天后，顾淮北打压周应怀的手段更狠厉，周应怀也像不要命一样压上整个周家。林心月在这个时候放出那3年的故事，一瞬间，我成为百姓们咒骂的对象。因为战争关系到他们的生活，现在少帅没了公费，可不得找他们筹措。还以为他和顾淮北是什么豪门爱情，结果只是找到老实人接盘。当了3年见不得光的情人，那地方一定很累吧？要不是林小姐不在，哪轮得上他？这么看来，顾总是真的很惨，什么话里话外都在指责我的不对。故事中的4个人，只有我被喷得最厉害，所有人都在指责我水性杨花、不要脸。顾淮北的澄清就是在此刻发布，他直接把消息发到了最大的报纸上，是我主动追求苏然，没有替身文学，也没有什么协议与交易。见到豪门顾家出面，人们顿时闭上了眼。紧接着，他再次发了一则新闻：顾氏与夫人的爱情故事不需要他人评价，如果真想知道，可以亲自来问我。紧接着，他发表了一则故事。当我看到故事的时候，震惊地睁大了眼。这个故事的女主角竟然是我竟然是顾淮北的白月光。她一直在默默暗恋我。看完所有内容，我惊讶的不行。但是比我激动的人大有人在，人们都在猜测我到底是哪里吸引到了顾淮北，甚至有的女学生课也不上了，专门在我家门口堵着我，就是为了看看我长得什么样子。这个时候，顾淮北却赶了。淮北一直很喜欢你。当时他出过车祸，有一条腿曾经瘸了1年多，为了不让人看出问题，他硬生生地撑了很久，自己一个人锻炼。我和他爸妈都担心他会消沉，没想到有一天从他的书包里翻出一封情书。最初我们以为是小孩子的玩闹，可他很宝贝那封情书，低迷的情绪也逐渐好起来。他提出要娶你的时候，我们全家都猜到你就是当年的女孩。老爷子将照片递给我，我摩挲着有些泛黄的照片，看着里面自己学生时的面容，眼眶发酸。照片上我坐在学校靠着栏杆，那天太阳特别好，我闭着眼仰头晒太阳，迷糊间的确有人靠近，味道很好闻。我恶作剧一般直接拉住了那人抱住，没想到吓了他一跳。之后我也有些害羞，便赶紧逃跑了。也许那是瘸腿的顾淮北
第一次有人这么靠近他，我没想过他会还记得我，即便是瘸腿。顾淮北也依旧是风云人物，这个拥抱他竟然记了这么久。我是爸妈不喜欢的女儿，是不被人在意的垃圾，没人在意我这样的角色。没想到在他心里，我却被珍之重之。老爷子心疼地拍着我的肩，轻声安抚：淮北喜欢你，一直将这份感情埋在心里。当初你和周应怀的事，他早就知道，军费是他主动塞的，为的就是想让那小子能对你好一点。在他的书房，他甚至为你们准备了新婚贺礼。直到你们分开的消息传来，他立刻就跑到你家提出联姻。唉，顾家哪里需要联姻呢？听到这些，我脑海里有关周应怀的画面逐渐消失，慢慢转变为顾淮北那张精致的脸，手里的照片越来越模糊，我的眼眶开始发胀。冉冉，别哭。顾淮北的手捂住我的眼睛，他的动作很温柔，甚至不敢用力。我闻着他身上清冽的气息，模糊的面容与当年的背影重合。或许一开始我就错了。我哭着扑到他的怀里，顾淮北，你真是个笨蛋。他手足无措地拍着我的后背，眼神里都是心疼与怜爱。别哭了，再哭我的心都要碎了。我狠狠瞪了他一眼，谁让你一直瞒着？还有，给情敌送新婚贺礼是什么癖好？要是喜欢为什么不抢？就像我喜欢周应怀的那3年，就是我强求来的。顾淮北无奈地叹了口气，语气格外委屈。我不敢，当初你为了他什么都敢说敢做，我怕你被我吓走。我想他这种浪荡子，若是彻底伤了你的心，或许我就有机会了。于是他等了1年又1年，看着自己心爱的人越陷越深。就在他以为无望时，机会却突然出现在眼前。你就是个笨蛋。他笑了笑。我是笨蛋？面对着我的取闹，顾淮北笑着将我抱上楼。最后，他亲手将那些深藏已久的照片放在我的眼前。那晚过后，我们的感情突飞猛进。夜里躺在床上时，顾淮北主动搂上我的腰，他急促的呼吸声喷洒在耳畔，让我瞬间软了下来。我们本想提前婚期，没想到意外就在此刻来临。爸妈在外旅游时发生意外，双双去世。得知这个消息的我，并没有太大的波动，只是心突然空了一大块。我不曾得到过他们的宠爱，自然对他们没太多感情。葬礼并不奢华，但江城有头有脸的人几乎都来了。我或许没资格劝你节哀，但还是不愿意看你难过。比起我来说，顾淮北的确更适合你。他沉默片刻，但我不想祝福你们，我会一直等着你。万一他也像当年的我一样，自己老婆跑了，就来说我坏话，周应怀你还要不要脸？顾淮北气急败坏地从角落冒出来，抓着我的手往后退了2步。周应怀被他怒骂也不生气，只是似笑非笑地盯着他。都是男人，人心谁能确定？我装作一副被他说动的样子，回头盯着顾淮北。葬礼现场飘着细雨，我露出一副审视又怀疑的样子，吓得顾淮北当场炸毛。他先是抓住我的手，而后又委屈地扯了扯我的衣服。老婆，你说了只爱我一个的，那天晚上你在老宅说的话我都录音了，你可不能做提起裤子不认人的渣女。他委屈极了，生怕我当真。我终是被他搞怪的样子逗笑，无奈戳了戳他的额头。想什么呢？如果以后你真的变成那样，只能证明我的眼光还是很差。我会自己离开，让谁都找不到我。同样的火坑，一辈子1次就够。可如果这个人是顾淮北，我愿意试一试。或许是模糊又再次清晰的身影，又或许是他身上的味道。总之，我的心已经慢慢偏向他。顾家与周家的合作终究还是黄了。周应怀军队战败的那一刻，我和顾淮北回了顾家吃饭。餐桌上的人神色各异，报纸上将战败说得绘声绘色。顾淮北表情不变地替我剥虾，直到吃完饭，他被爷爷叫到书房。不出片刻，楼上传来激烈的争吵。我心里有些不安，总觉得军队战败的事是顾淮北做的。别上去，爷爷是担心淮北做的过分了。顾夫人看出我的心思，轻轻摁住我的手。我们坐在沙发上，静静等待结果。协议上说，你帮我摆脱苏家的纠缠，我就待在你身边。至于什么时候结束，由你说了算。林新月回国前，你说要跟他订婚，协议结束。周英怀，你自己说过的话都忘了吗？你不是最讨厌一直纠缠不清的人吗？嘴边的每一句话都是他对我说过的。当年的周应怀何其疯狂，他眼高于顶，除了国外的白月光林新月，所有女人对他来说都是玩物。就算是有3年的陪伴，对他来说也不过是养了个熟悉的玩意儿。我后悔了。林新月回国后，
我以为自己对他还是当初那么爱，可当他亲我的时候，我脑子里都是你。我知道我对他真的一点感情都没有了，我不爱他了。冉冉，我爱你。没必要。当年我是爱过你，甚至想过要和你结婚的。但你和林心月高调官宣的那天，我被你的兄弟们联手推进手持，差点就死了。你抱着林心月对我说，让我去死，让我这辈子都不要出现在你眼前。去死吧，这辈子都不要出现在我眼前。周应奎被我话语里的冷漠刺到眼眶泛红，但我内心依旧无波无斑。现在我早就不是当年那个爱他爱到死去活来的女人了。走出咖啡厅的那一刻，我盯着头顶的烈日，拿出手机拍了张照片。垂眸时，我将照片发送给了远在港城的顾淮北。照片发出去的瞬间，他也发了张图。我们四目相对，眼底带着笑。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冉冉，苏冉，我被一股强大的力气拉到一旁，鲜血、周应怀、周应怀惨白着一张脸躺在地上，我失魂落魄地蹲在地上，按住他还在流血的双腿。为什么？他似乎是在看着我笑，我咽下口中苦涩，心绪烦杂。别怕，会没事的。顾淮北带着人清理现场，将人送到医院。整个途中，我的心思似乎又一次被周应怀牵扯。坐在抢救室门外时，周家和顾家人同时出现。要是应怀出了事，我们一定不会放过这个狐狸精。都是你勾着他魂不守舍。顾淮北将我抱在怀里，表情不语。我无措地擦拭着手上的血迹，表情微愣。顾淮北的声音冷得吓人。和他有什么关系？开车的人可是林心月。原本还在叫嚣的周家人瞬间就变了态度，看着我的眼神也变了。如果我没记错，这些年林心月一直都在周家，现在他公然伤害我们家的人，这件事我会好好跟周家算算。我浑身止不住的发抖，根本就听不进去他们的对话。顾淮北看出我的不对劲的状态，将我带回家。别怕，冉冉，事情我会解决的。周应怀快醒了，只是腿受了伤，或许要养一阵子。周家已经决定将他送出国，今晚就要出发。你要去看看吗？我们早就结束了。周应怀救我的事，我会补偿周家，但他当初的伤害也不可能消失。顾淮北听完这些，声音哽咽了下。我抬眸对上他润湿的眼眶，心间颤了颤。差一点，我以为自己要抢亲了。他眼底是失而复得欣喜，还有许多我看不懂的情绪。我想到那些暗无天日的暗恋，心酸涩难耐。顾淮北，以后我的人生只有你。我凑上前去，主动吻上他的唇。眼前人愣了一瞬后，化被动为主动。我和顾淮北结婚的日期提前，顾家全家上下都忙起来，江城所有人都知晓顾少要娶媳妇，各大报道都在期待这场盛大的婚宴。在婚礼当天，顾家也做到了当初承诺的一切，苏家的一切事宜都有专门帮我打理，爷爷给了我许多传家宝，顾夫人也送了邮轮作为新婚礼物。一场婚宴结束，我累得手都抬不起来。这边有你的信。他指着信，眼神闪烁不定。我扫了一眼信笺，不认识的来信，而且今天太累了，想休息了。信被我放到一旁，顾淮北也没了脾气。那晚我们什么都没做，安稳睡了一觉。在无人在意的国外私人医院，周应怀拿着信封准备继续寄信，直到没了消息，他才彻底放下。终究他还是弄丢了曾经最爱的人。